等一等，又怎么了？不是，有只蚊子，我帮你打死它。好了好了，没事了。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你小心点啊！我就是在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，啪，撞到，活该！哼，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，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，不然等一下我手痒的时候会想揍你。宝钏呐，你就住这么个地方啊？啊？是娘。哎呦，娘，坐吧。娘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坐吧。娘，请喝水。哎，大姐。二姐，请喝水。王宝钏，你拿什么破东西给我喝呀？这杯子上有缺角，你不怕我割伤了嘴吗？二小姐，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，你万一打破了，我怎么？怕打破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喝呀。银川，你怎么那么挑剔呀？娘，你看这三妹也太过分了，居然拿这种破东西出来给我们喝。怎么，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吗？银川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三妹不会这样的。娘，大姐、二姐，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捡回来的，所以什么？王宝钏，你居然拿捡回来的东西给娘喝？娘是相国夫人，大姐可是相府的大千金，我可是相府的二千金。至于你呢？哼，要是我们三个有那么一丁点儿闪失，你能够赔得起吗？银川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娘，我说的都是实话呀。宝钏给我喝的水，我就一定要喝，娘喝给你看。把缺口转过去，不就割不到了吗？是啊，这没大姐，大姐，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帮你看看。只是擦破一点皮，真的没事。是大姐太不小心了。不是你不小心，是这个破杯子本来就会割伤你的手。唉，早知道我们就从相府里带一套又漂亮又高级的茶具过来给他，不就得了吗？哎，银川，你这么说，不是故意要让三妹难堪吗？哎，这实话总是伤人的，我可不是有心的。嗯，我没事。啊，银川呐，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呢？哎！二小姐，二小姐，二姐，怎么样？破椅子，破杯子，破窑洞。王宝钏，你好好的相府三千金不当，偏偏来这儿当个乞丐婆。你自己住这种鬼地方也就算了，还要我们大家来这里跟你受罪，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？银川，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呀？是啊，银川，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本来不叫你来，你偏偏要来。你要不来，不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吗？什么叫我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？大姐，你割伤了手，难道也是我害的吗？刚刚要不是我提醒，不要说是你的手了，搞不好连娘的嘴巴也会被割破的。好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这个破地方，那你们就自己待着吧，我可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。小兰，我们走。哎，哎，银川，二姐，银川，你走开呀！小姐，小姐，先别管二小姐了。是啊，宝钏，算了，让她走吧，走了也好。她那个脾气啊，省得她在这里闹得大家都不开心。娘，大姐，对不起，小姐。宝钏，起来，起来。我的乖女儿啊，
从咱娘俩见面到现在，你左一个对不起，右一个对不住。可是姨娘看，你最大对不住的，就是不该嫁给薛平贵，住到这种地方来。你说，你是不是对不住娘啊？宝钏，你后悔了吗？不，我不后悔。娘，平贵跟我相处这段时间来，他真心的照顾我，真心疼我，不让我做粗活。他也很努力的在外面耕种。耕种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呀。是啊，宝钏。再说，现在平贵已经随军出征了，我跟娘都很担心你啊。对了，娘，平贵这次出征，是不是爹的主意？是啊，哎，你爹也真是老糊涂了。你说你这刚刚结婚不久，他举荐什么人不好啊？可偏偏非要举荐平贵去当急先锋。哎，他这一出征啊，1年半载的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娘是不放心你，才来看看的。是啊，小姐，你不在的时候，夫人每天都在想你，念着你，一天要哭好几回呢。不但如此，夫人还让小莲每天打扫你的房间。她说，总有一天，小姐你会回到相府来住的。宝钏，你看娘担心成这个样子，你不难过吗？大姐，宝钏，这次我跟娘来，就是要把你带回家，你就跟我们回家吧。是啊，宝钏，你听娘说，如果平贵在的话，娘就不会来。可是如今平贵随军出征了，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，可怎么过日子啊？娘，军饷处送来了10担干柴、8斗米，5家坡前还有种的菜，你放心，够我生活。哎呀，宝钏啊，娘知道。可是，你就为了等平贵回来，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上1年半载，甚至更长时间吗？宝钏，你听大姐说，你先跟我们回去，暂时住在相府里，等到平贵他们打完仗回来，等他有了功名，自然能跟咱们住在一起，那不是两全其美吗？对呀。是啊，小姐，小莲觉得夫人和大小姐说的很有道理。平常小莲也不敢劝小姐，但是现在姑爷他去打仗了，就剩小姐一个人留在这里，就连小莲都不忍心，小莲也会担心，所以小姐，你就跟夫人他们回去吧，啊。娘，大姐，谢谢你们的好意。那天平贵回来告别寒窑，离我而去，我当着平贵面发了誓，不管多久，我都会在寒窑等他回来。哎呀，你这叫发的什么誓啊？等平贵凯旋回来了，我们再送你回来也不迟啊。是啊，宝钏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。你一个人在这儿，我跟娘都不放心啊。这段时间虽然没有相府里的锦衣玉食，但是我在这儿绝对能吃得很饱。平贵的结拜兄弟们都关心我，照顾我，我在这儿真的没事。啊，还有，我也在这儿做了一点女工，让他们拿到街上去卖，也好赚点钱过日子。哎呀，你这个能卖几文钱呢？你怎么过日子啊？娘，就算挣几文钱，我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挣钱，我不觉得可耻。希望娘和大姐能体谅我的心情，我真的不能回去。宝钏，你就不要再任性了，你看。娘，请恕宝钏任性。既然娘见过宝钏了，回去的路程还很远，
那宝钏就不留娘了。请娘回去。小姐，夫人他们回去，那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。小莲，你忘了吗？我跟你说过，我要你代替我，好好的孝顺娘。你自己都不孝顺娘，你怎么叫小莲代替你呀？娘，金钏，娘，你回去吧，我不回去了。啊，娘，你说什么？你不走了？宝钏。是啊，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女儿回去，我也不走了，我就在这儿陪着宝钏。娘，娘，这不行的，这里面这么破旧，晚上还很冷。你吃得惯，我就吃得惯；你住得惯，我也住得惯，怎么不行啊？娘就是不走了，就在这儿陪着你。娘，你这样不是折煞女儿了吗？我怎么是折煞你了？你吃得了苦，娘也吃得了这个苦，娘就陪着你。是啊，小姐，夫人这么舍不得你，你难道还要坚持吗？宝钏，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。娘，我求求你，你听女儿的劝，还是赶快回相府吧。宝钏，姐姐求你了，你就跟我们回去吧。宝钏啊，今天有2条路任你选，一条是跟着娘回去，一条是娘留下来陪着你。就这2条路，你自己选吧。小姐，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，你就答应她回去吧。啊！是啊，宝钏，你就答应娘吧。你要是再不答应，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，天黑了，这路不好走。娘在这儿不走，我这个当大姐的自然不能走，大姐也不走了，都留下来陪你。小姐，好，娘，女儿答应就是。娘，你答应跟娘回去了？是啊，娘，宝钏她答应了。宝钏要跟我回去了。哎呀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来！哎呀，回去了，回去，走，快走！好了，宝钏啊，小姐，让我扶你走吧。小莲，啊，你去扶夫人。来的时候碰了一下，还真疼啊。夫人，回去啊，好好给您揉揉。不用。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，我就不疼了。娘，我先走，你小心啊！来，这边，好，小心慢点啊！哎，夫人小心。小姐，你开门了！小姐，把门关上了。哎呀，小姐，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？宝钏，开门！小姐，开门呐！宝钏，娘。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，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？所以宝钏不孝，欺骗了娘。娘，对不起。宝钏呐，娘这么疼你，你怎么能欺骗娘啊？宝钏，你把门开开，宝钏，你开门呐！娘，宝钏已经与爹3击掌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。求娘原谅宝钏，你还是赶快回去吧。大姐，天色已晚，若再不回去，我怕山路不好走。宝钏，你开门！宝钏啊，你把门开开呀！你不能这样对娘啊！好，你不开门，好。我今天也不走了，我就坐在你门口，我等到你开门为止。不行啊，夫人，你起来，地太凉了，你起来啊！宝钏，你快开门呐！我就是要坐在这儿，我等到天亮，我等到他明天开门为止啊！夫人，这里晚上很冷的，如果你冻坏了身体，相爷灌醉下来，那小莲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。
宝钏，你开门，娘不肯走，你快点把门开开，我们回家吧。宝钏，娘，女儿不孝，女儿任性，让娘担心，让娘受苦，让娘难过。但是宝钏不得不告诉娘，如果你再这么逼我，我只好自尽在寒窑里头。不要，小姐，不要啊！小姐，你别做傻事啊，小姐。宝钏，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！夫人，小姐好像拿剪刀要自杀。哎呀，不要啊，宝钏，不要！你别让我们着急了。好，娘答应你，娘什么都答应你，你千万不能干傻事。娘走，娘走就是了。小姐，你听到了吗？夫人说，只要你不做傻事，她什么都答应你啊，小姐。好，娘，女儿不孝，请娘回去吧。我的宝钏呐，我的傻女儿啊！娘，女儿答应娘，总有一天我会回相府见娘的。哎呦，宝我钏，这个傻女儿，你说就为了一个平贵，你值得吗？值得吗？我的傻丫头，我的老天呀！娘，小莲，娘，你好，夫人，先扶夫人上轿，走吧，走，慢点，小姐，我们会再来看你的。娘，你慢点啊。夫人，娘，你慢点，小心啊！快卸轿。宝钏，我的宝钏呐！小姐，小莲在此拜别了，你一定要保重啊！小姐。宝钏，大姐，宝钏不能在娘身边照顾娘，请大姐代替我好好陪着娘，照顾娘。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和平贵一起回相府跟娘请罪的。不要向娘叩100个响头。宝钏，现在知道你心意已决。姐姐这儿有些银票，你拿着。大姐，我不要，我不要相府里的东西。宝钏，这是姐姐的私房钱，你拿着。大姐，你就留最后一点自尊给宝钏，好不好？好，宝钏，既然你心意已决，大姐也不怪你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。娘，女儿不孝，请娘原谅宝钏。你看，我军必须部署在此，还有这边，这边兵力也不能少，还有这一带，一定要好好探查。大军行进至此，探子有回报了没有？哦，元帅，我们还不知道那西凉是谁带的兵，
居然这么厉害，攻下了玉门关，而且南下是长驱直入。所以，我军也必须长驱直入。此地离瓜州不远。汇报，到底结果怎样？启禀元帅，我每隔半个时辰就派探子打听消息，西凉军队行进速度极快，一直向瓜州奔来。魏虎卫报，在。你们听好了，瓜州一定要守住。如果守不住瓜州，长安城就危险了。是，元帅，先别担心，我想探子很快就会回报的。汇报，本帅就把探子营交给你掌管。这一路上，我发现你调度得很不错，我希望你以后能更加尽心尽力。多谢元帅夸奖。保卫家园，人人有责。我魏豹不敢有半点松懈之心。好。粮草可曾运到？粮草在运来的途中，运粮官已经去催了。粮草是军队的生命，务必要保证粮草的供应，知道吗？元帅，这您放心吧，魏豹他肯定会办好的。启禀元帅，魏公子、副元帅，什么情况？元帅，西凉大军离咱们这儿不到50里路。什么？怎么会这么快？郑刚，你马上再去探探。是。元帅，我们要不要连夜拔营过去？我们就在这里以逸待劳，等到明天再跟他们决一死战。是。等等，元帅，还是让我去探探虚实吧。小心点。好。驾！苏将军，久违了。久违了。没想到西凉挂帅的，竟是你凌使者。非也，主帅并非我凌霄，而是我西凉的代战公主。哦，代战公主。敢问，苏将军现居何职？我乃大唐平西元帅。原来是苏元帅，凌霄失敬。苏元帅，当日在中原的时候，承蒙热情款待，凌霄在此谢过了。不谢。你们送来的红鬃烈马，是不是想打探我大唐的实情？确实如此，苏将军。我们把红鬃烈马送到长安，可你们大唐朝中，并无一人能够驯服那红鬃烈马，所以，我们觉得，这18年来臣服于你们大唐的耻辱，终于可以洗清了。好深的心机啊！兵法诡道也，兵不厌诈。苏元帅何出此言？哼。那么，林副元帅，此次前来，是否要和我苏龙决战一场啊？苏元帅，两军初次相会，主帅不宜动。我们先试试双方战力如何。明日一早，我军
自会派人出战。好，明日辰时，我们也会派出先锋。明日上午辰时，一决胜负。战！战！众将听令，在。明日是我们大军到这里来的第一战，你们务必给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，以振军心。是。好，下去准备。启禀元帅，魏豹在军中尚无战绩，请元帅下令，让魏豹一同去杀敌。魏豹，你现在身居文职，不可以上阵。元帅，我弟弟的武功不错，你不如让他试一试。试一试？两军交战，岂能当做儿戏？启禀元帅，魏豹有信心能打个漂亮的胜仗回来。如果失败，魏豹甘愿受罚。哦，这是你说的。是。好。既然如此，明日你就和程先锋一同上阵杀敌。如果打了一个胜仗，本帅一定会奖励你。但是，如果吃了败仗，也休怪本帅军法处置。多谢元帅。等等，看来这西凉武士练成了一套灵锤阵，我也毫无破解之法。两位将军，你们先行退下，这里就交给平贵了。走。
破解铜锤阵。收兵！元帅，这不能怪魏豹了，是程刚武功太差了。还不是多亏了薛平贵，要不然我军第一仗岂不是大败？啊！元帅、副元帅，两位将军，伤势如何？没事，没事。啊，谢谢你。哎，都是同袍，谢什么？娘，你要注意身体，就别再伤心难过了。你说我怎么能不伤心难过呢？金川啊，你看看你妹妹，吃的、穿的、住的，那都是什么呀？我知道，我都看到了。可是她选的路，她要的生活，你劝了，我说了。他听吗？他不听，他什么都不听。这个宝钏呢，他现在真是变了。夫人，小姐是您的女儿，你应该最了解她才是啊。是啊，娘，宝钏没变，从小她就是这样，倔强、执着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就是要我的宝钏回来呀！天哪，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老天要这样惩罚我！娘，你就别再怪宝钏、怨宝钏了。从小到大，只要她觉得是对的，她就去做。你和爹不也一直顺着她的吗？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件事娘做错了？娘没错，宝钏她也没错，要怪只怪造化弄人。夫人，大小姐，你们虽然知道了三小姐现在的生活这么困苦，但你们光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呀。小莲求求你们，想想办法帮帮小姐吧。小莲，你最乖巧懂事，府里的丫鬟属你最贴心了，所以才让你一直跟着宝钏。我知道，谢谢大小姐还有夫人的疼爱。可是事到如今，我跟我娘都乱了方寸。小莲，你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？能帮帮我们把宝钏找回来。大小姐，说实在的，小莲虽然跟小姐是主仆关系，但却像亲姐妹一样好。但是，小姐的个性如此的高傲，又那么的倔强，小莲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让她回来啊。我有办法了。娘，你有什么办法？金钏，你赶快叫苏龙来。叫苏龙回来干什么？发讣文。啊！发讣文？就说我死了。娘，你是不是气糊涂了？娘没糊涂。叫苏龙把讣文发到武江坡。宝钏要是知道娘死了，她能不回来奔丧吗？她只要一回来，娘就把她留下，不许她再回去。娘，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这么大的玩笑呢？
是啊，娘，夫人，事实上你并没有怎么样啊，你只是为了骗小姐才这么说的，所以小姐回来看到你平安无事，她肯定还是会走的。哎呀，那不这样又怎么办呢？只要他回来，就当我真的死了。我不见他，我每天能偷看他几眼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娘，你别说了，你别再说了，这样行不通的，行不通的呀！行不行都要试一试啊，要不你要我怎么办呢？起来，起来，你们两个都起来，起来！娘，你先别太伤心了，要不我跟龙哥商量商量，让他想个办法让宝钏回来。好，好，你跟苏龙说，就算我这个岳母求他了，一定要让宝钏回来呀！是，娘。宝钏呐，宝钏，你怎么心那么狠呢？你怎么不回来看娘啊？饭桶，你就是个饭桶！元帅，大胆！身为先锋，首战居然被人重伤，程刚，你该当何罪？元帅，启禀元帅，末将不敌西凉将士，请元帅降罪。元帅，此事都怪程刚，本来魏豹可以打败西凉将士，都是为了救程刚才。不用说了，我全都看见了。来人呐，在！把这个程刚给我拉下去砍了！元帅，元帅饶命啊！元帅，副元帅，副元帅救我！救我！救我呀！什么？你还想让我救你？我好心提拔你，可你这个窝囊废的武艺这么差，首战即败。要不是魏豹和薛平贵救你，你能活到现在？还有脸面回来求饶？拉出去斩了！走，魏将军，救我！魏将军救我！魏将军，魏将军！元帅，副元帅，程先锋虽然首战失败，但也是奋勇杀敌，并不是有意落败，求元帅开恩。不用说了，既然副元帅也同意，我更没理由饶他了。马上拉出去砍了！走，元帅饶命！元帅饶命！快走！元帅饶命！元帅，元帅饶命！末将参见元帅、副元帅。年礼，平贵，这次出战，你居然能够反败为胜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！薛平贵，我也没想到你的武功是那么的好啊！同为大唐一员，克敌本是应该。好，那么本帅就在这功劳簿上为你记一笔。谢元帅。不过，平贵有一个请求。讲。既然元帅要记末将一功，那平贵能否请求元帅免了程先锋一死？哦，不行。这家伙我好心的提拔他，他让本副元帅丢了脸面，不杀他何以服军心？可是如今已经反败为胜，如果杀了程先锋，岂不是会扰乱军心吗？元帅，薛平贵说的有道理，请元帅开恩。好，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，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，饶了他，把他放了。谢元帅，谢元帅开恩，谢元帅开恩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今天就免去你先锋官一职。薛平贵听封。是，今日你首战告捷，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。谢元帅。元帅饶命！咱们居然先胜后败，你们到底怎么搞的？启禀元帅、副元帅，末将等以为一定能把他们打败，
没想到忽然从空中跳落一个身穿白袍的将军，他的武功非常了得。是啊，他好像天神下凡一般，我们4个都不是他对手。什么叫天神下凡？你们全都是饭桶！我要你们做什么？元帅，他们都已经尽力了。我问你们，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？我们一时也形容不出来，只知道他是一个白袍小将。白袍小将。这么说来，那个人年岁不大。退下。多谢元帅。元帅，之前我们只知道那主帅是苏龙，副帅是魏虎，先锋叫陈刚。唐营什么时候出来一位这样的人物？这个人到底是谁？居然如此厉害！我们的探子查了半天，居然都没有查出这一号人物。表哥，依你的估计，这个人在唐营之中是什么职位？能打败西凉铜锤阵的人，一定是厉害非凡。就是连我凌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破这铜锤阵，他居然以一己之力打败了8大锤，可见武艺非同小可。我真的想不出来，唐营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一员猛将。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是第一战就先胜后败，这对我们的士气是大大的打击。元帅，凌霄请战，写下战书，我明天去会会那白袍小将。好，副元帅，咱们这次能否顺利的打入大唐，就靠你明天一战。嗯。薛先锋，哎呀，程副将，你干嘛不躺着养伤？干嘛到处乱跑啊？哎，你这做什么呀？来，快快请起，快！哎呀，薛先锋，我陈刚是个大老粗，只知道报效朝廷，听命上司。之前蒙你相救。陈刚如果不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，我陈刚就不是人。哎呀，好了，快起来吧，起来再说啊！来，我们是同袍嘛。再说了，第一场仗我们不能输的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不用放在心上。之前在战场上的时候，要不是你出手相救，我早就死在他们的手中。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哎，其实呢，谁要见到你这样，都会出手相救的。从刚认识你开始，我就想害你，甚至想杀你。没想到，你居然不计前嫌，还救了我。不是说过了吗？既然是同袍，自然就要祸福与共。我真没想到，你是这么好的人。我陈刚对天发誓，一定要报你的恩情。好，好，好。那以前的事，哎，都说是以前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。现在魏虎魏豹同在唐营中，大家应该同心协力，抵抗敌人。你说是不是？是，我明白。谢谢你的宽宏大量。那不如这样吧，等你的伤养好之后呢，我请你痛痛快快的喝上一杯。不，我请你。好，好，好。平贵，凭你的这身武艺，不应该只当个先锋官。为什么？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哪有计较的道理？只要能够扬我大唐的声威，其他的就别想那么多了。你说的太好了。我陈刚从小兵当起，一路跌跌撞撞爬到副将，见过的官员和遇到的朋友不计其数，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大气度的人。我年长你不少，托大一声，今后你有什么事，
我成刚老哥愿意为你两肋插刀。对，哎，在所不辞。好了好了，小心你的伤势啊！哎，还有啊，记得我们的约定啊！啊，谢谢你，平贵。元帅，这战帖上怎么说的？他们指明要挑战那个穿白袍的人。那好啊，就让本副帅去好好的会会他们。魏虎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他们的副元帅就是当初送红鬃烈马到中原来的凌霄使者。哼，就因为他是凌霄，本副帅更要去会会他。你还记得上次我们驯马被马摔下来，他居然敢取笑我们？这口怨气闷在我魏虎心里已经很久了。哼，这一次可真是狭路相逢啊！看我怎么好好的收拾他。魏虎，我虽然没有跟那个凌霄使者正面冲突过，但是当初在驿馆，我与他暗中较劲，发现这个人内力十分深厚，你可不能轻敌呀！哈，元帅请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轻敌。他既然已经下了战帖，我肯定是要去会会他的。以我的武功，完全可以打败他。也好，那你一定要小心。好，先行告辞。薛先锋，好，这是银鹰枪，是我的先祖打仗的时候得到的，今天我把它送给你。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平贵受不起。有道是宝剑赠英雄，此枪应该属于你。那天我看你吃旗杆破了那铜锤阵，就想到这杆枪配你是最合适的。可是元帅，你自己如果能让这把枪上阵杀敌，才不算愧对我苏家的祖先。谢元帅，平贵定当不负元帅的期望。跟我不用客气。我只是担心。你担心什么？我担心魏虎不是那西凉副元帅的对手。元帅之前跟西凉的副元帅交过手。那时，他以使者的身份过来献红鬃烈马，我跟他暗中交过手，发现此人功夫十分了得。以我的判断，魏虎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所以我希望你明天为他列阵，然后关键的时刻能够出手相助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啊！想不到堂堂的西凉副元帅，居然假扮使者前来送红鬃烈马。看来上次你来长安城就心怀不轨啊！魏虎，谁规定了我不能送贡品？再者说了，此次封帅也是出征时的事，你这么说话，很失你的身份。你废话少说，
魏虎，我问你，你们的白袍小将在哪儿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根本就没有白袍小将，只是那天我魏虎心血来潮换了一件战袍。是你？是你破了我西凉的铜锤阵？怎么，你怕了吧？那你现在下马跪地叫我3声魏爷爷，我就饶你小命。魏虎，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决生死？我难道怕吗？我今天来就是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的小子。来吧！副元帅，没想到白袍小将居然是你薛平贵。我也没想到西凉的副元帅居然是你。薛平贵，山水有相逢，你我又见面了。但是我没想到，我们相遇在战场，当日你还救了我一命。凌霄一向恩怨分明，我要还你一个人情。哎，两军交兵，各为其主，你不必跟我客气。好，两军交兵为重。那我与你相约，3日后就在此地，你我不带一兵一卒，一决高下。你意下如何？一言为定。告辞。副元帅，你没事吧？回应。副元帅，你跟那个人真的约好3天之后单独一战。他到底是谁？我不能告诉他，他就是薛平贵。如果让他知道了，他一定会去找他。副元帅，元帅问你话呢，难道是你认识的人？啊，我并不认识，他只是中原的一员猛将而已。那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打败他？我当然有。那太好了，只要把他打败了，咱们就能大破唐军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只要把他拿下，那大唐就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。这么说来，这真的是一次大好的机会。不如这样吧，表哥，这一次去对战是你率兵去的，你就把打败这个白袍小将的机会留给我吧。哎，公主，不可，你是主帅，主帅
运筹帷幄远比上阵重要。你还是留在营中，跟丽娜好好的掌控全局吧。是啊，元帅，这件事情就让副元帅去处理吧。在大梁，谁不知道副元帅的武功是第一的？哎，丽娜，代战身为主帅，当然是他的武功跟谋略比我高了。大家都是自家人，也用不着那么夸我嘛。不过，如果那个人的武功真像他说的那么了得，那我真的是手很痒，很想跟他对战一下。要不然这次做主帅，整天都是待在这帅帐里面，什么事也干不了，我多无聊啊！哎，元帅，你稍安勿躁。那唐营里还有一个厉害的人物没有出场呢，就是他们的主帅苏龙。等到时候跟苏龙对阵，我一定让你上。到时候主帅对主帅，既对等也更过瘾。是啊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多谢表哥提醒。如果表哥能拿下那个人的话，苏龙他一定会出来叫阵。到那个时候，表哥你可不许再跟我抢。你放心吧，到时候苏龙出阵，我一定让你上。平贵啊，这次你又立了一个大功。不敢。哎，平贵，你也不用客气了，你今天救了我，我就应该好好的谢谢你。啊，胞弟啊，你过来。今天平贵救了我，你也替大哥好好谢谢他。谢谢平贵兄救了我大哥。既是同袍，就不必客气了。哎，这同袍归同袍，咱们军中最讲究的是纪律，有功当赏，有过当罚。魏虎啊，在。这次应该帮平贵好好的记上一大功。嘿，元帅你就放心吧，这功过簿在我手上，我现在就给平贵记上一功。好。对了，元帅，还有一事，凌霄对平贵还是不服，约了平贵3天以后再决一死战。哦，有这样的事。平贵，你觉得如何？元帅，有道是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平贵3天之后去会会他就是了。那凌霄是个劲敌，平贵，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！谢谢元帅提醒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本帅这样去巡营，您跟本帅一同过去，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军营的兄弟。走。是。大哥，胞弟，你是不是在想，大哥为什么会对薛平贵这么好呢？是啊，一来他确实救了大哥一条命，这个大哥说过了，我也当面谢过他了。哎，你先听大哥说完。二呢，我要当着苏龙的面向薛平贵道谢，这样就可以泄了苏龙的戒备之心了。大哥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我的弟弟一向是聪明绝顶，只要我一说，你就知道我的心思。大哥，没想到西凉的将士这么骁勇善战，我看不如让薛平贵把西凉攻下来以后，咱们再做打算。你说的很对，3天以后的那一死战，不论谁胜，对我们都有好处。如果凌霄杀了薛平贵，那我们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。如果薛平贵打败了凌霄，那么西凉兵退出玉门关，也是迟早的事。大哥，还是你想的周密。
为父击掌为誓吗？宝钏，不要！不要！夏爷，你给我滚出相府！夏爷。爹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刚才睡不着，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。金川呐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看宝钏房里灯还亮着，我以为娘她又想宝钏了，所以过来看看。没什么事，你先回去吧。爹，你也想宝钏了吗？我怎么会想他呢？没想他，您到这儿来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这是下意识的。爹，下意识不就是想他了吗？金川呐，你是爹的大女儿，也是2个妹妹的榜样。从小到大，你没让爹操过心，担过心。爹，我是大女儿，我应该为2个妹妹一生做榜样。就像当年，为父看到苏龙，为父做主，让你嫁给苏龙，你也未曾反对。是啊，女儿感谢爹慧眼识英雄，给女儿找了一个如此好的夫婿。那你说，爹现在的眼光是差了，还是变了？难道爹替宝钏找的那个魏豹，真的就那么不好？爹，魏豹没有什么不好。论家世，他也是富贵人家；论长相，他也是一表人才。文学武功也算得上是文武双全。那你说，那宝钏她为什么就不肯呢？女儿只能说这是一个缘字。魏豹跟宝钏没有缘分，宝钏她不喜欢魏豹。再说，女儿认为魏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。算了，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就不要提他了。是啊，爹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钏回来了吗？爹是想让他回来，可他就是不肯呢。如果您想的话，女儿可以。算了，好了，有道是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。从今以后，爹不会再到她的绣楼里来了。爹，爹。怎么越说，反而爹越生气呢？这可怎么办才好呢？哎呀，大嫂，你可来了！来来来，快请坐好，快上茶吧。怎么了？一个人在家里寂寞啦？既然寂寞，就更应该来找大嫂了。大嫂，你住在相府里头，
我们上次去找你的时候，都通过了层层的通报，我觉得挺别扭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那以后大嫂就跟门房说一声，只要是你来找我，就不用通报了，直接带你来我房间就好了。不，大嫂，你对我真好。哪有什么好，我就是跟你投缘嘛。反倒是我那个亲妹妹，我跟她半天讲不上2、3句话。好了，不说她了。小琪，如果你觉得闷的话，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，看你喜欢什么东西，大嫂买给你。不用了，大嫂，这魏府里吧，什么都不缺，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，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。你喜欢呐，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。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，所以才过来找你。好了，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。好啊。你们看我干嘛？不是，你来干嘛？这谁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漂亮啊！咱们小青啊，知道我感冒，给我擦鼻涕用的。哎，我还给我！你手这么脏干什么？想得美！喂，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，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，想要拿？行啊，拿钱出来买呀！啊，还要我们钱啊？还有钱买啊？哪有钱啊？就是啊。对呀，这我们自己做的东西，要用我们自己去要来的钱过来买我们自己的东西。哎，厉害了吧？哎，傻呀？啊？这是要拿来赚钱做生意用的。去，要钱去。就是啊，快点去要钱去，还是老大聪明。去呀！不是，你没做过生意，你会吗你？来呀，快来看呐！好看的手绢，漂亮的手绢呐！要不要买回去擦头、擦脸、擦身体？还是你家小孩子吐奶，受点惊吓哇哇叫，拿去塞嘴巴？还是你们老人家怕着凉，拿去垫屁股？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了！来呀！今天开业大酬宾，买5条送1条，买10条送1双呢！买光光我就赚翻了！不是，是买光光我就祝你好运旺旺！哎，这位大爷，来，买1条送给你媳妇儿用吧。神经病啊！我还没成亲呢。是啊，不然买1条送给你娘用也行啊。你看这上面还绣着鸳鸯呢。啊！我娘守寡这么多年，我买这个鸳鸯回去干嘛？走。不买就算了，还这么凶。哎，来呀，赶快来买手绢呢！哎，这位大爷，来，买1条回去送给你姐妹用，好不好？啊，去，我哪有什么姐妹啊，啰嗦。没姐妹也不通知我一声，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姐妹呀？哼！奇怪，喊到嗓子都快哑了，就是没人来买。1条手绢嘛，才几文钱，这些人真是啰嗦。啊，大哥，口好渴，有没有水可以喝？哎，我们是出来要钱的，还带水啊？我是你大哥，不是你的助手。是小青，刚才我观察了你半天了，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，可还是卖不出去1条手绢儿。只有一个原因。什么原因啊？你的姿势不够好。我姿势不够好，那你姿势就很美，是不是？你很美吗？那你去买。好了，小青啊，你这么吆喝是不行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找个地方乖乖的待着，然后就喊卖手绢啦。如果有需要的人呢，自然就给你买了。这没有需要的人呢，你说破了嘴，他也不会理你的。就是。是这样子啊。
卖了半天都卖不出去，该怎么办呢？啊，好心的大爷，赏2个吧，赏2个。驾！吁！薛平贵，果然英雄气概。当日在长安见你，就知道你绝非是池中之物。多谢夸奖。平贵有眼不识泰山，原来你就是堂堂西凉的副元帅。那敢问代战兄人？他没来。他没过来？那看你和他的关系，你是西凉的副元帅，那他至少也是亲王之子吧？薛平贵，不如你跟我回西凉吧，这样就能见到他了。跟你回西凉？只要你投奔我西凉，我凌霄保证，你能够高官厚禄。多谢看重，不过，身为大唐一员，正所谓，生是唐朝人，死是唐朝鬼，怎么可能投降一帮呢？你错了，薛平贵。那魏虎乃是个草包，却做了副帅，你的职位还在他之下，可见你们大唐皇上之昏庸，无识人之能。薛平贵，你若想我西凉，我保你高官厚禄。咱们站在不同的立场，只能各为其主。当日跟林副元帅一见如故，今日一战，还请林副元帅手下留情。冲你这句话，以及当日长安相助之情，我让你3招。献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3招已过，接下来咱们应当全力以赴。哼，都说我凌霄傲，没想到你薛平贵比我凌霄更傲。来吧。
你不杀我。虽然平贵侥幸胜了半招，但刚才你我一席话，平贵起了惺惺相惜之心。更何况你内力深厚，要胜你，绝对要费很大的力气。没错，如果你真要杀我，也没这么简单。平贵知道。好，可惜现在无酒啊，要不然我凌霄定和你薛平贵喝上3大碗。薛平贵，今天交手，我凌霄对你是口服心服。希望再见面时，你我不是敌人，而是朋友。我是真心诚意的想交你这个朋友。我说过的话，你好好的考虑。告辞。真是个奇人。要不是两军敌对，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。这，大嫂，你帮我买那么多东西，真是让你破费了。不过花了点小钱，有什么好破费的？再说，要是我那胞弟回来之后知道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，他肯定要怪我这个大嫂办事不力了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魏二哥一直跟我说，大嫂很疼他，比大哥还疼他呢。那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呀。本来我娘是希望在我之后生个男孩，结果又生了宝钏。我也是在嫁给魏虎之后才知道说还有胞弟这个小弟。这胞弟呀，对我这个大嫂非常尊敬，又很乖巧，所以我也特别疼他。是，魏二哥常常提起大嫂你，而且你对他好，也对我好，我真是心存感激呢。小琪，人家说爱屋及乌，惜花莲盆，我对你好本来就是应该的。再说我跟你是一见如故，觉得跟你特别投缘呢。好了，我们再到前面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。好，走。买手绢，好看的手绢，漂亮的手绢。大嫂，你等我一下。买5条送1条，买10条送1双，赶快来买。葛青，薛琪，很久没看到你了。是啊，你穿成这个样子，我差一点没认出你呢。是啊，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？是啊，你早就该穿回女装了。哎呦，这都要怪我大哥了，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，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，一扮就扮到现在。你看，害得我都嫁不出去了。葛青，你这卖的是什么呀？手绢呢？喜欢吗？天哪，我就送你1条了。不，既然你是卖手绢，那我就买1条好了。好啊，反正我还没开张呢。嘿嘿，来，你喜欢什么颜色？你等一下，